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这几天行情上涨了一点儿，你们前2天如果有抄底的话，应该是赚到钱了吧？我之前的几期节目也给大家预判了，加息50个基点是会引发一些上涨效应的，但是这个涨幅不会太大。为啥呢？因为加息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持续性的。美联储的终端通胀目标是2%，现在的通胀呢是7.1%。那美联储把通胀从8.5%降低到7.1%，用了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它把通胀要降低到2%的这个目标路还远着呢。除非美联储变相，否则呢，这个高利息会长期的持续下去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相比高风险的币圈，加息了，银行理财、国债理财的收益更好，且没有风险，对不对？你说加密货币它现在还有啥玩的吗？风险又大，利息又低，还动不动腰斩跑路，还能不能玩？还有没有玩头呢？当然是有的玩了。面具人，我最近发现了一些新的风向啊。和币安、和大陆、和咱们的国策都有关系。那这个风向呢，可能是对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大利好。而且呢，这几天币安被挤兑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吧？面具人，我虽然仇视币安啊，但是呢，抛开个人情感，理性的、客观的来说，我觉得想要搞倒币安比较难，为啥呢？这就和我说的大陆的政策有关了。那具体是什么呢？大家仔细的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点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来讲正题啊。这几天币安被挤兑的事情啊，闹得沸沸扬扬。为啥呢？因为美国的一些媒体和网红大 V 都在推特上质疑币安的审计啊，说币安只是给出了存款数据，并没有给出债务数据，这是不合理的。而且它的这个存款的数据也有造假的嫌疑。还有呢，就是币安违反了美国的政策，违反了国际制裁法令，给币安转钱。而且币安还没有具体的办公地点。那如果说币安出事了，你连他人都找不到，你连申诉、连找他办公室都找不到。所以呢，种种原因导致了很多的西方客户开始大量的从币安提款了。据说呢，这几天一共提取了30-40亿美金啊。那这个数量对币安来说不算大。明白了没？30-40亿美金对币安来说不算大，为啥？我等会儿告诉你们为啥币安不怕30-40亿美金这个级别的挤兑。而且这一次提现挤兑的主要是西方人，币安的基本盘是华人、中国人，所以说呢，西方人本身就占少数。而且他们的这个挤兑也挤兑不出来多少钱。还有呢，币安背后的资金很雄厚。西方人大多看不惯币安，但是咱们华人啊，虽说是币安的大基本盘，不过中文圈啊还就是不一样。咱们华人大部分是低智的，从小没有经过道德和逻辑教育，从小都是生活在父母的专政、政府的专政之下长大的，从小都是那种仇视呀、攀比呀，谁家吃得好，谁家住的好房子，谁家开的车好。而且在中国，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所以呢，很多中国人的奴性和党性就比较重，没有逆向思维的能力，容易被带风向，人均道德感比较低下啊，笑贫不笑娼嘛。不对，在中国目前现在的这种环境，你说笑贫不笑娼都是褒义词了，应该来说是笑贫不笑骗啊！你只要能赚到钱，你把人骗了又何妨，对吧？他的目的是有钱有房有车有好日子过，至于把人骗了，人死了活了跟我又没啥关系。你说人家笑贫不笑娼，人家当小姐最起码还提供服务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不相欠。可是现在的这个币圈呢，那就纯纯的是割韭菜的骗局了啊！
而且中国人很搞笑啊，谁割他割得狠，谁把他杀得狠，谁对他越不好，他越爱谁。人均斯德哥尔摩啊！你看共产党整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文革、大饥荒、大跃进、反右，是吧？整死了几千万中国人。哎，中国人天天信奉共产党，爱国爱党，是吧？你看成吉思汗杀了几千万中国人，哎，中国人都说成吉思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是不是啊？然后你看毕安把多少中国人的韭菜割了，动不动给你说黑客把资金偷了啊，你钱没了你去找黑客去，然后呢，或者说是这个推一些土狗把你割了啊，那你割了你活该嘛，对吧？然后呢，大家还都是拥护毕安，拥护赵主席，是不是？面具人我看了一下啊，国外的人啊，对什么领导人呀、富翁呀、政党呀，包括毕安啊，批判的和吹捧的基本上是5-5开，甚至是批判的占多数啊，能占到60%多。但是你看咱们华人啊，那你说谁要有钱有权啊？哎，我告诉你，中国人看到哪个人有钱有权，看到哪个强人，他膝盖就自动的发软，想给他跪下去跪舔啊，指望哪个老大哥能拉你一把，能带你挣点钱，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民族特性啊，你看中文圈对毕安几乎是清一色的跪舔，敢批判毕安的人几乎不到20%啊，80%的人是跪舔毕安的。尤其是那些很多无能的博主啊，一天推特油管的广告费赚不了多少钱嘛，对吧？全靠交易所施舍，全靠从交易所那儿要点狗粮来赚钱。他不帮毕安，他帮谁嘛？毕安倒了，他就没饭吃了呀。那至于说他帮人去骗，帮人去圈钱坑人，那无所谓，反正坑的又不是他自己，他的目的是赚钱。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能赚钱，咱们不需要讲道德，不需要讲逻辑，不需要讲良知。一个事情能不能做，能做得好不好，无所谓啊。你不需要讲逻辑，你只需要给他画饼，给他用话术下套骗他钱，然后呢，我也分到点钱，这事儿就 OK 了啊。当然了，面具人我不做这些事儿啊，因为我有开店嘛，我本身有我的实体生意能赚钱，而且我也不靠流量赚钱。你看，我也不带货，也不给交易所打工啊，我也不说，哎，来你们推荐点什么推荐码，让我赚个几块钱啊。面具人我从头到尾，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组织打过工，老子我有的是本事，有的是实力，我想说啥就说啥，你也别管我，对不对？目前毕安虽说是被挤兑了40亿美金，但是毕安最近几天啊，就流入了600亿美金，所以面具人我就说了，毕安背后的资金很雄厚，想要搞倒毕安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毕安根本不怕别人挤兑他。但是大家记住一个重点啊，600亿美金呀，6742，4200亿人民币呀，各位你们想一想，世界首富啊，世界首富呀，马斯克他用400亿收购推特，他光筹集资金就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这是世界首富啊，而毕安是如何做到几天之内就能搞到600亿美金的净流入呢？哎，600亿美金可不是私人机构能搞得定的。哎，从哪儿弄来600亿美金呀？你把华尔街端了，哎，600亿美金也不是说哪一个华尔街大老板、大财团能瞬间就给你拿出来的。那从哪儿来这600亿美金呢？来，各位想一下。哎，我相信有聪明的网友都已经能猜到了。来，大家在聊天框里面输一下，这600亿美金是谁给的？是从哪儿来的？这背后当然是国家资本了呀，而且不是一般的小国啊，一般的小国也没这本事，一下能拿出来，就短短的几天时间给你拿出来600亿美金啊！当然是习总给他充值了呀。600亿美金对中国人来说呢，也就是人均300-400块钱的割韭菜就给你搞出来了。对呀，14亿人口的大国呀，都要人均300-400块钱才能割出来。那这个级别的资金量几天就能搞定，你觉得这是私人公司有能力做得到的吗？除非是国家资本，而且只有大国才能做得到。强如美国拜登想要拨款600亿美金，都得2院立法投票。可是600亿美金，习总几天就给你充值到账了。大家再观察一下，
习近平最近对币圈的一些政策和举动啊。习近平在短短的1个月之内就连续的通过了几项大的政策，其中包含币安开启人民币直冲、USDT 开启人民币直冲、香港港股开启比特币、以太坊 ETF， 可以用港元直接合法化的充值。来，各位，你们大声的告诉我，币安它如果不是中国企业，没有中国银行给它做接口，没有人民币给它授权，它是如何能做到用人民币直冲的 ？USDT 如果不是中国企业，它是如何能拿到人民币直冲的这个端口和技术服务的？为什么？账从哪儿来？钱从哪儿来？是不是？习总在1个月之内搞了这么多举措，也就是说，加密货币在中文区已经正式的合法化了。就连大陆首页的热搜都开始带比特币加密货币好的节奏了啊！其实你们纵观整个中文区啊，港澳台啊，除了台湾啊，台湾它是独立的啊，除了台湾，整个中文区基本上能使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啊，都能玩加密货币了，都能给币安充值了啊，都能直接充值 USDT 了。面具人我就感慨啊，不得不说，中共这种一党专政啊，它的政策效率就是高。没办法，我告诉你，币安对共产党、对习近平来说太重要了。这种全球的加密支付管道对习近平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太重要了，因为它可以绕过 SWIFT， 而且习近平这一次沙特之行也明确地表示了要突破美元霸权。他还给沙特捐了300亿美金，想要搞这个石油兑换人民币嘛，是不是？但是这个事情目前还没谈成啊，没谈成咋办？没谈成，先让赵长鹏来搞呀。赵长鹏先搞一个全球的加密货币交易管道，不也是能绕过 SWIFT 系统吗？不也是人民币全球化了吗？对不对？你看币安链，全球都能转账，然后呢，人民币又能充值加密货币，这不就等于人民币全球化了？所以呢，习近平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币安。那么咱们换回来想啊，你看啊，币安这一次被挤兑，给他充了600亿美元，4200亿人民币，那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不都是中国人头上割韭菜来的吗？对不对？所以你们要想明白一个逻辑，那就是币安需要的资金越多，中国就会推出各种各样的硬性割韭菜政策，从中国人的头上割韭菜来满足币安啊，或者是一些国际扩张的需要，明白了没？所以说，不管是什么一带一路呀，币安全球的区块链呀，还是给沙特捐钱呀，这些钱从哪儿来？不都是从中国人头上割来的吗？所以中共接下来啊，会推出各种各样更加割韭菜的硬性政策，以满足它的国际扩张。这不，中国现在卖二手房的个人所得税从1%涨到了20%，好家伙，直接翻了20倍呀！大家来看这个视频啊，今天是炸锅了。今天突然政策改变，个人所得税由1%变成了差额的20%，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任何征兆。什么概念呢？就是90几年20万买的房子，现在卖到100万，差额是80万，他要按80万的20%收取，你要交个人所得税16万。你是100万买的房子，你要交16万的个人所得税，再加上其他的税费，应该在18万到20万。真的无语了。虽然没有红头文件，但是今年窗口都是按照这个执行的，后期会不会变不知道。各位看完了吧？我可是2年前就叫你们卖房子了啊！老观众可以给我留言打个1做个证。现在呢？你们不听我的话，现在呢？现在这个行情，二手房本来就难卖，价格也疲软，然后呢，你卖了以后还要再被割20%，听起来挺消极的吧？既然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木已成舟了，那面具人我也没办法了。我早就提醒过你们，你不听，那我也没办法。现在呢，你就是要付出代价。
不说这些消极的，我们继续来说一点积极的东西吧。如果习近平想要保币安，他就会号召中国的韭菜进场，那他就必然要拉盘吗？我觉得有可能，但是矛盾之处在于，你说共产党他控制中国的媒体，他控制话语权，他为啥不自己起盘子呢？媒体风向一带，脑一洗，节奏一带，是不是让老百姓买他自己发行的币，韭菜全是他割，总比你现在买比特币、买以太坊还可能会有老外插进来一脚赚点钱，是不是要给人分钱因为有很多比特币、以太坊老外也有持有，是不是？而且习近平他要的是国际转账管道，他又不要比特币，他要比特币有个鸡巴用，没用你觉得习近平还需要用什么加密货币支付吗？习近平要钱吗？钱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他说今天把你家抄了，他来你家吃东西，你敢不给吃吗？是不是给你钱都是可怜你，给你做个样子不给你面子的话，直接就把你干死。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对比特币和以太坊拉盘的力度很可能仅限于只做样子，营造一下回暖的气氛，不让这个盘面吃相太难看以太坊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以太坊早期是中资的天使轮，比特币就不好说了。而且不管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你去让它拉盘，对共产党也有风险。毕竟以太坊比特币在高位套牢的人有很多共产党去拉盘也不太现实，他也要考虑自己的这个成本问题、风险问题你说他与其去拉别人的盘子，他不如自己发个项目，自己拉自己的盘嘛，对不对？还有一个风险点呢，就是美国如果动真格的话，是可以完全直接秒杀币安的一下就把他按死了在美国这个事情上面，你不管是赵长鹏还是习近平，他也只有招架的力量，没有决定性的力量只能说最坏的结果就是美国全球制裁你币安，但是习近平还是用中国的14亿韭菜之力支撑着币安，那币安还是能活下去只不过在西方的市场份额会小很多当然它的币安币还有整个市场会出现巨幅的波动下滑，不过这些不重要，只要这个项目、这个链、这个支付管道在，习近平的目标就达到了我们只需要担心，万一美国真的决心下手要干死币安，那币安不死也要残，明白了吧？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也会大跌，这是我们的一个底线思维。但是你想彻底的搞死币安，确实是很难，而且共产党现在已经兵分三路了，什么币安、火币、欧易，你要搞死它的这些支付管道，你就得一个一个来而且共产党在美国的这个渗透他的这种收买议员，阻碍你的立法，阻碍你的执行，也是会使出吃奶的力量的，所以事情不会那么快但是无论如何，币圈现在的投资价值已经不咋地了你现在买什么项目没有多大的意义，你明白不你就是炒那些波段同样的涨幅，你还不如去买美股好了，美股至少稳。或者呢，你拿这些钱，你投个几千 U 几万 U， 这些钱也够你开个什么小餐馆了，开个什么早餐店了这些事情都比你几千 U 几万 U 扔到币圈里面好，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的市场，比特币、以太坊是有一定的上涨空间，但是它的上限我估计比特币也就是2万美金左右就到收割区域了。那以太坊呢是1500到1600左右，也就到收割区域了。我说的对不对对不对你看我的鸟一直点头嘞，是吧？对不对？对我的鸟都觉得我说的对，所以看鸟都觉得对了比特币到2万多，对以太坊到1500、1600就可以开始收割了，它不太可能给你往高的拉了，拉太高了所以各位现在炒币，你用娱乐心态玩一玩就可以了，不要太当回事儿，对不对？对不对？好，
那接下来有任何的市场行情变动，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想要及时的收看到我的消息，那就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聊，拜拜。